各位网友好啊！玩叔刚刷到一个视频，就是一个武汉的教授到台湾去游玩了一下啊，谈到了台湾和中国大陆的一些比较，我觉得讲得很好啊。然后呢，玩叔也验证了一下啊，就是这个教授应该是武汉的教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讲的普通话和玩叔一样，都带着浓浓的这个武汉的底蕴啊。所以讲的不那么标准，是吧？不像台湾普通话很标准，对吧？不像北京普通话那么标准。那么大家先看看这个教授对台湾的一个评价点评，然后完书再来跟大家分享几句。说真的，刚从台湾回来，心里那种震撼到现在还没缓过来。我在武汉的大学教了20多年书，总觉得我们发展的挺好了，高楼大厦一栋比一栋高，地铁一条接一条开通。可这次去台湾，我才明白什么叫差距，不是楼有多高，而是人心有多暖。在台北捷运里，我第一次看到不爱坐空着都没人坐，大家宁可站着也要留给需要的人。有个抱孩子的妈妈一上车，立刻有3、4个人同时起身让座，那种自然而然，让我这个老师都汗颜。更让我惊讶的是，手扶梯上所有人都自觉靠右站，左边永远空着给赶时间的人，没有任何标语提醒，就是每个人都这么做。有天晚上，我在西门町找一家老字号凤梨书店，拿着手机地图转了半天，还是找不到。路边卖珍珠奶茶的小哥看我着急，不光给我指路，还直接关了摊子，陪我走了差不多20分钟，一直送到店门口才离开。我要给他买杯奶茶感谢，他笑着摆手说举手之劳啦，欢迎来台湾玩。那一刻我眼眶真的湿了。还有一次在高铁上，我不小心坐错了车厢，正不知所措时，旁边的大姐和几个年轻人立刻围过来，有人帮我看票，有人查手机时刻表，还有人安慰我别着急，最后他们陪我一起下车，确认我找到正确月台才离开。那种陌生人之间的关怀，像极了我小时候记忆中的邻里温情。夜市里人山人海，地上却干干净净，找不到一个烟头，垃圾分类做得细致到让人惊叹，连厨余都分生熟。公共厕所里永远有纸，洗手台边的擦手纸从来不缺。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，却让我看到了什么叫文明深入骨髓。我们总说要赶超，总在比谁的 GDP 高，谁的大楼多。可在台湾，我看到的是温良恭俭让，不只是书本上的5个字，而是活生生的存在于每个人的举手投足间。这种发自内心的善意和礼貌，这种对陌生人的体贴和尊重，才是我们真正该学习的。高楼大厦可以一夜建成，但人心的温度和社会的文明需要几代人的坚守和传承。这次台湾之行让我这个老师重新当了一回学生。好，大家看完了教授的这个评论啊，不知道有什么感觉啊？玩书的感觉呢，是觉得比我讲的更好一点啊，因为我在去年到台湾去了一趟啊，也发过了几篇视频，啰啰嗦嗦的讲的不那么透。那么武汉教授毕竟是教授啊，短短的2分钟就把大陆啊，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比较讲得真真切切、明明白白啊。但我玩书呢，对它里面的有些观点呢，想再延伸一下，跟大家交流一下。他谈到一个文明深入骨髓、温良恭俭让这样一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深入骨髓。很多人一般不会注意到这个问题。你像台湾那个馆长陈之汉，在玩书的眼里，他就是个大傻子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很可笑，他把那个中国那个翻墙软件 VPN 拿来说，他说中国虽然有墙，但是有 VPN 之后呢，翻墙很容易嘛，只要有企业搞个 VPN 就可以翻墙了嘛。所以中国民众获得外国的信息和我们一样。玩书跟大家分享一个具体的，我在做油管这个视频，10分钟的视频，我在非中国的地方，哪怕台湾，哪怕这个泰国、加拿大不用说了啊，我上传10分钟的视频，需要时间就是几秒钟。而我现在在上传一个10分钟的视频，我需要再花时间在中国通过翻墙上传，需要1、2个小时。你们想象到了没有？玩书原来还是搞 IT 的，我找了不同的翻墙软件，每天都在翻墙，这个是琢磨啊。不那么简单啊！陈之汉这个傻子啊，所以说他这个傻不仅是表现他这个认知上面
那么很快就会吃灰。你的大陆来想做个直播啊，带个货干什么事儿？最后结果呢，亏了，据说几百万新台币，对吧？哎，你不仅带不了货啊，大陆没有封杀你就不错了，但是你呢有流量吗？对吧？是吧？哎，所以说我们看问题啊，希望深刻点。那我们接过这个话头，就是为什么武汉教授说温良恭俭让，文明深入骨髓，这个有文明的代差。王叔之前有讲过一个视频，文明差千年，谈何大一统？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查看我之前这个热门视频啊。那么我今天讲一下的，为什么他这个深入骨髓的文明差上千年，差了那么长的时间代差呢？我们要透过一些现象看本质。比方说，在中国经常会抓到一些贪官，贪了很多钱财啊，有的养情妇，多的养几百个啊，情妇手册啊怎么去做啊？有人看了哈哈一笑啊，有人还羡慕这种生活，我有钱我要去养好多情妇。但是大家想一想，为什么他有几百个情妇、几十个情妇？因为他用权力和金钱控制了底层的什么性资源。那些年轻的女人没有办法挣到钱，只有附着依靠某个权贵，对吧？实际上就是性奴隶，对吗？哪个正常的女人希望这么做呢？所以通过这个官员养情妇，就可以发现这里面的问题背后的逻辑。一个厨房有一个蟑螂，整个厨房只有一个蟑螂吗？对吧？我们这把年龄人希望多问为什么，是吧？另外，我们看看底层这一块，都是在生活这个，就是说，在中国有富裕的、体制内的，是吧？当然也有底层的。那么底层老百姓哪怕开个小吃店，他为了生存，可能就不择手段，科技的狠活，假货、假冒伪劣货。我到泰国就有比较，你在中国的超市买牙膏、买肥皂、买个6神花露水都可能是假货。我还说这个可能是，我告诉现在目前是90%以上的可能假货。我还说你就吃过这个亏，家属买个肥皂打不起泡沫，我买个6神花露水，中国品牌啊，但是假的，叫做楼下超市买的。底层他为了生存，他没有道德底线，为了赚钱，买的名牌的酒全是假的，对吧？台湾这个情况不会发生吗？泰国也不会发生吗？人家老百姓有什么？有道德底线。所谓的人穷志短，马瘦毛长，就这道理。他为了活命，他只有出卖自己的肉体，出卖自己灵魂。这是文明代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层面，就是物质层面，对吧？你没有解决生理的这个问题，没有解决这个吃饱肚子问题，那我什么招都可以使出来了。所以这个大家看到没有？你看到表面上的高楼大厦，表面上也都有超市，各种琳琅满目的商品，但是呢，商品的质量呢得不到保证，是吧 ？Made in China 这个是走向世界，但是产品质量呢？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产品质量有问题，尤其是包括食品。所以海外有些食品上面打个标志，只要是非中国制造啊，非中国的配料，就表示好产品。那么大家想一想，为什么中国会这个样子呢？他为什么要用科技狠活呢？是吧？买的牛奶不是牛奶，是吧？买的这个肉不是肉，甚至买的鸡蛋是假鸡蛋呢，都是因为底层他这个生活的空间被剥夺。他没办法，他只有想办法生存。所以大家要理解这个层次啊，这个层次。好，我们再往上面说一个温良恭俭让的上面层次，比方说邻里邻居、社区，是吧？我们看到台湾的议会里面啊，吵吵闹闹，这就是一个正常的意见表达、辩论嘛。要达成民主的共识，需要有民主制度嘛，需要几方的议员，是吧？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过程。
你看中国这个领导开会，坐着动都不敢动，都在埋头记笔记，表决都一致通过。对，它的效率是很高，决策效率很高，但决策的方向方法很容易出现误判失误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这个，你像西方的民主制度，在罗马，对不对？1000年前就开始，他允许这个每个人有个选票啊，基本上嘛，对不对？你没有这个选票，就没有民主制度，就没有不敢发声。所以这种差距啊，文明的差距，人性的差距，人类灵魂的差距，那真不是上千年能够缩短的，对吧？从这个物理，就从这个物质层面，让底层老百姓能够吃得饱、穿得暖、有社保，有各种这个保证，他才敢有这个人有了财产权，有了这个财务自由，他才敢去说真话，才敢去发声呢。否则怎么敢说真话呢？他为了获得一个权利，为了拿到一个订单，他只有去迎合，对不对？所以中国破除腐败也很正常，你就是把这个制度这块一改一改，对吧？腐败首先是抓官员，也不能是抓这个行贿者，对不对？行贿者只要举报啊，我记得有个那个相声演员说嘛，这只要举报，我就可以把我的原来这些全免了，对不对？那官员就可能待不住了，他一举报他就官员完蛋，他保住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，你像我刚才说的，像养情妇几十个几百个，在西方国家，在这个包括在台湾不可能吧？对不对？也可能有的官员养个几个啊，是吧？对不对？他是权力、金钱重要集中之后，他才有这么大的权力去作为性奴隶来控制女性，所以要这样看待问题，是吧？所以你这么看的话，那中国的各种这个食品的安全问题、人身的安全问题，是吧？这个生活生命的空间的问题都出来了。那加上你的正常的意见能不能表达，对吧？能不能通过议会、通过社区，是吧？来去表达你的意见。所以台湾这个中国这个武汉的教授看到台湾的什么这个人性的光辉，人性之间的互相的交流、尊重，他才能有这个温良恭俭让这个土壤，才能够出来台湾这种人性的这种大家啊互相帮忙，是吧？哎，你关心我，我关心你啊，礼貌让座，是吧？不管是在地铁里面、公交车上面，还是在议会中间，才有这种文明的这种行为。所以，通过这些行为，可以看到制度，可以看到这个文明的代差。这是王叔今天讲的一个观点啊，就是说我们按照这个马斯洛的五个层次吧，是吧？它首先是个生理层面要解决，它解决不了，那就人穷志短，马瘦毛长，丛林社会了，那就跟动物这个差不多，达到了这个首先生理上解决，然后安全的空间解决，是吧？你别看中国有很多摄像头，是吧？实际上不安全。为什么很多这个叫什么？珠海那年出个事件，就是一下撞死在体育场撞死几十个人呢？他就发泄自己的不满，对不对？老子每天上班赚不了钱，你退休了没事在体育场的锻炼，他妈的天天走路，我就把你撞死。他就是这种心态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安全就都不行了。当这个社会某个人没有生命财产的安全，那么其他人都没有安全。大家理解王叔这个话，对吧？那么你的食品也不安全，你的水也不安全，人身也不安全。你做企业家，你随时可能远洋捕捞可以把你的财产给你没收了，对吧？所以他这个没有制度层面的保证的话，他各方面的不安全都来了。我说了，生理不安全是吧？就财产不安全，人身不安全。那加上你出去到酒店，那酒店我上次还讲过，你到酒店去住，他还有什么摄像头啊，给你搞，把它变成一个什么一个现场直播，干这种事儿来赚钱来牟利，无所不用其极，在中国，这一点你要没看透的话，你到中国来就很危险。当然，你看透这一点，时刻防范，
那么中国它也有好的地方。那比方说这个我刚从欧洲回来，欧洲就是小偷小偷那个什么成片，是吧？那你防不胜防，对吧？那么中国这边有摄像头，他的小偷是没有，小偷现在偷的都是这什么数字货币了，是吧？都是微信、支付宝，你偷的也没用，是吧？没都口袋里不带钱，对，是带个手机啊。他这方面看是很安全，你看是高楼大厦，那这个看似这个很厉害，但是我们这把年龄要透过现象看本质，看到人性的后面的文明的东西，它的差别怎么样？好吧，玩叔就分享这个地方啊，讲的不对的地方，大家继续和玩叔互动，打在屏幕下方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